从我酒店出发前往一个建在山上的神庙，我需要乘搭 Grab 摩托。岘港真的非常的大，所以坐 Grab 抵达目的地需要7.5公里，也就是15分钟的路程。我要去的神庙是岘港一个必须去打卡点之一。这一个神庙呢，竟然有电梯上山坡。山上除了有庙之外，还有好几个神秘的山洞，而洞里呢，都放置一些神像、佛像。如果对宗教不感兴趣的话，上到山顶也能多拍一些自然美景，因为顶端有一个叫做天堂之门的地方，可以观望美丽的远景。一路上我都是在海边行驶，过了大概10分钟，我就到达另外一区，就像是民宅区突然出现好几座高山，感觉上来到了很大自然的住宅区。我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海滩，另外一部分的海滩，这里呢有一个山，它是去看那个佛庙，一个佛塔，这里的名字是叫做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。The Marble Mountain， 它的入口是这个，看到吗？它是好像要上那个电梯的，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入口，我不知道是去哪里的。现在我要怎样呢？一个是搭电梯上，一个是步行，那就步行了。累的，累的。看应该是有卖票的。4万块，我不明白他说什么。但大概是知道他的意思，他这个应该是搭电梯的那个钱，如果是这里步行上去的话，就是免费的。那我就是穷游嘛，没有什么钱，那个就是要免费的。现在要继续上去，我不知道高不高，但是我看那个阶梯呢，都是石头来的。都是石头，蛮斜一下。现在我尝试上去，应该不会高吧？我觉得。这个就是它的半山，它的入口是在那里。现在我在半山上，这里是写什么？我不会看。哦，那个是在那个塔，去塔的这个。在这里有很多条龙的雕像。这里好像是那个印度神，他也不是印度神哦。现在我已经上到来了，其实是不高，不需要花那个4万块去坐那个电梯。然后基本上我已经上到半山了。这个就是它的入口，它的中文名字是叫做灵应门。灵应门，这个是繁体字。那这里还有一个白佛，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池。这个佛和那个拿汤的基本是一模一样。来到时候现在有做法事，还有练一个法事。在里面念经。
最高层，也不是最高层，也是在半山，上面还有更高的地方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在念经给那个证人听。现在那里还有的上，还有一条路上，然后这里左手边还有一条小路。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map 地图，它没有显示我在哪里，不管，现在就走这条路，这里还有一个塔。这里满满的人，很多人啊，这里，这里应该是最出名的一个塔。就是我眼前的一个塔，就这个。现在是视频里是看不到那个壮观，要到现场来才可以看到。它是隐藏在那个山坡上，就是这个塔，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、5层、6层、7层，大概有7层楼。这里满满都是人哦，看那些，全部都是游客。我身后的就是那个入口，它入口旁边呢有很多那个中文字，什么多宝佛塔、所来如意愿，大概是这样，都是中文字。那现在我要进去看那个佛是什么佛，我也不知道，释迦牟尼。还是哪一种佛？有谁知道是什么佛吗？是非常慈祥的一个佛，左右都是圣人。现在我发现，当我走出这个塔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那个海景，也是蛮漂亮的一个海景。就在那里，就前面就是一个远远的山影，然后山影下面就是大海，大海下面就是一个住宅区。超漂亮！幸亏今天的天气你看都是蓝的，就是上天对我不薄。今天不是今天嘛，这个月就是雨季嘛，但是天气都蛮好的在这里。我身后就是佛塔，佛塔隔壁就是那个电梯。要坐一个电梯应该是要付费。我觉得不需要吧。如果是老年人的话，其实那个山老年人也可以上到来，也不高不斜，就蛮低的。现在我要去最高点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东西可以看，不然我就去另外一座庙了。这是刚刚我拍的那个观音像，那个佛庙就是在那里，佛塔就是在那里上面。现在这里就是有一条路进去，这里，如果是没有错的话，我猜想是那个观望台，就是看那个全景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塔，我后面还有一个塔。现在我就往山去，它有指示牌，但是不会看，我不会看。这个就是看海的，左手边就是看海的，然后右手边呢就是帕go达，也是一座庙。那要选左还是右呢？回来的时候再看海吧。现在我往上再去跑，就看庙。2-3分钟，我到了一个洞口。这里是一个洞口。看，它是一个山洞。现在我到了一个山洞口。不知道要不要脱鞋，没有那个
那个指示牌，它只是要小心那个部件可能会比较滑。这个名字叫做 Ventron Cave， 就从这里上去，就离那个洞口不远，洞口是在那里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山洞，我要直接上去。还没有写要不要脱鞋。哦，这个是一个佛祖，这里是非常香啊，很慈祥的佛，它这里是非常的香，它有一种香味。后面可以上吗？后面这里应该是可以上，再上去。哦，这个洞是非常的窄。哦，我进到另外一个洞了。高的天窗，哦，这里堵死了，没有出口了。其实上面那里还可以上吧，我觉得。我已经成功把那个小洞钻出来了。就从这个小洞那里穿出来，就是刚才那个天窗那里，就是蛮小的。如果是肥胖的人是钻不出来的。然后现在我去到另外一个出口，现在我已经上到最高点。哦，这个就是最高点了。这个可以看到，差不多是全景，还没有到全景，就是一部分吧。然后那里就是海，那里也是海，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住宅区、酒店、民宿之类。现在要想着怎么下去，因为这些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写要小心那个步梯。这些石头是非常的滑，如果是下雨的话更滑。你看那个人，他都很害怕滑下去。啊，现在我从下面那里出去。现在是最高点的另外一处，他是看那个大石头，然后这里呢，它有一个显示牌。应该是尽量不要上去那里，因为太多人在上面，应该是发生意外吧，它会跌下去。因为这石头真是非常的滑，就算我穿这个球鞋，它也是滑。这里需要穿那个爬山的鞋。如果是穿那些叫做什么拖鞋、人字拖那些，要尽量的小心，因为我看到几个人滑倒了在这里。非常的疼。现在我要走去另外一座庙，另外一个出口进来。就刚才那里是直接上去那个山洞，然后现在我是从那里再过来。这个是一个城门，它是一个山里的城门。还有这里还有一个休息的座椅，这个是城门。对，刚才我就从那里下来的，从那里下来，这里是非常好的名字，看到吗？英文就是叫做天堂之门。
现在我进到第二个山洞，这个是比较大的，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大多数都是佛庙吧。这个是中式的佛像，帝王吧。待会再要过一个城门，另一个比较古老的城门，就在我的身后。比较旧一点的。这里有一个中文名字，看到吗？这个是关空玄，这是关吗？繁体字我没有什么会读，应该是关吧。关空玄，这个是最大的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山洞。这些你看，还有一些古老的一个小石像。这个是算最大的，有一个观音像，观音的雕像，出来再拜拜吧。然后那个就是它的入口。现在我还要走入另外第二部分的山洞。也还要下楼梯，就看这个已经是尽头了。这里有一个关大爷吧，是不是关公啊？这个是吕布，不会分，就是神像吧，就是四大神像。不知道要不要脱鞋，也没有鞋。这个也是有天窗。这个是关公，还有这一个是，这个是娘娘啊。那个玉皇帝的妻子吧，这是娘娘，这是一个正人，上面就是一个大佛，释迦牟尼还是如来佛。这个也是一个娘娘。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池塘，里面都是一些小神像。那基本我就是走完了这一区，然后我就要离开这里，往另外一区去。如果是下午，可以租到一辆那个脚踏车的话，就去另外一个地方。现在要离开了，走。